马斯克提了一个俄乌和平方案，泽连斯基炮轰，俄罗斯感谢，这还真的有点意思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马斯克提了一条通往俄乌和平之路。他的意见是，乌克兰保持中立，在联合国的监督下，让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、扎波罗热、赫尔松四地重新公投，让克里米亚正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，保证克里米亚的供水安全。马斯克认为，如果克里米亚遭到危险，事态或进一步升级，乌克兰绝无可能在全面战争中获胜。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核战争。上个月，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威胁称，用于支持乌克兰对俄作战的商用卫星将成为俄罗斯合法打击的目标，这被认为是在警告马斯克。不过，俄罗斯并没有成熟的技术用于攻击数以千计的星链卫星，马斯克也不可能因此而感到害怕。所以我们可以确认一点，马斯克和大多数人一样，担心世界一步步走向核战争的深渊。俄罗斯方面对马斯克的建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认为这是走向和平的重要选项。但是乌克兰认为马斯克似乎在出卖自己的灵魂。泽连斯基立即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起民调反呛马斯克。他问网民说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马斯克？而在他列出的选项中，有支持乌克兰的马斯克与支持俄罗斯的马斯克。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则提出了一个更优的和平计划，那就是让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等领土，要求俄罗斯去军事化以非核化，并把战犯送到国际法庭审判。真是不怕说大话闪了舌头。马斯克从俄乌冲突一开始就支持乌军作战，他提供的实际帮助就是星链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他现在似乎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马斯克毕竟只是一个商人，他已经认识到俄乌冲突正在冲击其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，特别是整个欧洲在能源短缺的情况下，很可能会放弃过去坚持的碳排放指标，这对特斯拉电动汽车的销售是极为不利的。其次，马斯克认识到俄罗斯不会在这场冲突中认输，而是会不断加码，最终让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也遭受到严重的消耗，最后不得不认输。俄罗斯军队虽然在短时间内面临的困境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该国拥有的战争潜力不是靠西方输血的乌克兰所能比拟的。俄罗斯已经进行了局部战争动员，等乌克兰4个州完成了入俄流程之后，还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动员，发起一场新的卫国战争。那么局势就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再次转向对俄罗斯有利。最后，俄乌冲突存在着走向核冲突的风险，到时候乌克兰很可能不得不接受失败。比如，俄罗斯使用核弹攻击蛇岛进行威慑，对乌军阵地发射战术核武器等等。仅从军事角度来看，这就极大地解决了俄军精确制导武器不足的问题。而从政治角度看，只要普京有决心与整个西方国家决裂，那么使用战术核武器就是未来的选项之一。俄罗斯不可能在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中接受失败，这是西方必须承认的。给一个核大国留有退路，是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唯一办法。所以马斯克并不是在力挺俄罗斯，而是在为乌克兰的利益着想，也是在为西方国家的和平着想，当然更是为他的电动汽车的前途着想。泽连斯基已经沉浸在反俄英雄的角色里，正在带领乌克兰走向一场无法预知后果的灾难。而要实现和平，
就得做出一定的让步。马斯克的方案何尝不是俄乌双方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退路呢？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